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继续《暗黑破坏神》高清版流程。今天是单击弓马的普通第4章。Good to see you。装备方面和上一期相比，只是换了一个弓。小弟仍然是西钢2件套。这把弓的基础攻击力是4到33。我现在箱子里有一把蓝色的弓，但现在拿不起来，需要再升一级。如果进避难所之前这级没升的话，我可能要练一下，而且呢，我需要把点儿洗一下。把魔法剑换成导引剑。到了地狱难度，不免的怪多了的时候，再根据情况看看自己的有没有可能打着一把好弓。如果没有好弓的话，就还要使用魔法剑。相比炮轰，我还是更喜欢多重剑一点，因为从 1.09 的版本玩过来 1.09 玩了10年以上，特别习惯使用多重剑。现在咱们的打法，基本打法也就这样，但是队伍里呢还少一个女武神。另外有一点，现在的双吸不是非常给力，法力有点吸不回来。出了个9号。我的风之力还是没打出来，法师那边 MF 不是很顺利。我最想要的石头骑士还有风之力都没打出来，但风之力打出2把黄金的，这昨天打了2把黄金的，1把白色的，就是没有暗金。我感觉快出，也打装备打了很久。我现在有一把暗金弓，需要33级能装备。这个打巴尔之前有希望能装备上，如果我练几级的话，因为通了第4章大概26、7级，差不多吧。因为3B 比那儿还能升个1级，流程当中2级，那估计要自己练个2到3级。这个最好的练级点，我觉得还是督军山客那里。我那把蓝色的弓呢，攻击力是20多到50多，这个听起来就比现在这个高很多了，因为这把呢最大才30多。打暗黑破坏神之前，争取换上。哇，这里好多人。现在这个多重剑的数量还不是很多，6只还是7只？我最后呢就是10只左右就够用了，比如说应该是不用再加了。那未来的很多装备也有加攻击技能。好，在这儿看，现在4到33的弓打伊佐尔，就相当于用牙签来刮痧，牙签刮痧流。这伤害不够看，4到33，箱子里那把20多到50多，估计打起来还成，还凑合吧。魔法剑的伤害20多到80多，主要它的下限太低了，下限是4。大家想一想，4点的攻击力在第1章都不是很高。在第1章打个铁匠4点攻击力都费劲，就别说到了第4章打伊佐尔。一半了吧？
再给他降一点防。当然了，这招已经不成了，因为我只点了1点。内饰的话只能点40点防，这个对于伊佐尔现在的数值来说没什么大用。差不多了。好，没爆好东西，但是呢，有2点的技能点可以领，这个还是不错的。我感觉这个任务恐怕是本作诱饵加1点。女武神的话，女武神应该早点准备出来。虽然这3个闪避我现在不想加。穿刺的技能也要留着，就是30级的时候你需要有2点技能，29级那点就不能加了。哇，这里怪也不少啊！现在升级是有点困难啊。按这个节奏的话，敲完石头我应该会在练级练那么3-5分钟才能升级。一般来说，下火焰之河的地方呢，就在进门之后，你别拐弯，一直往前走，差不多就能找到。在没有开图器的情况之下，这个有的时候盲猜地图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在第3章。当然，你也会发现一些技巧。好，在这儿，先把点踩了。你先搞点，搞完点再往里进。火焰之河，哇！上来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啊，一堆诅咒骑士，我给了他们一个慢速剑。你看他扔的东西就慢多了。这还有个小 boss。多重剑现在对我来说比较耗蓝，蓝比较少，然后现在攻击力低，即使有偷蓝的装备呢，每次偷起来也偷的非常少。包了一堆药，捡着吧。摆一下药瓶儿，白瓶快捷键是有的加左键。游戏的快捷键还是很多的，给小弟喝药瓶儿，卖药瓶儿等等。这个有的时候有小伙伴经常在这个游戏视频的下方评论里问，这个操作用哪个快捷键，那个操作用哪个快捷键？这个我只是肌肉记忆啊。你要问我的话，我有的时候还要想一下，但是操作的话，那手自然而然就摁出去。穿刺到时候咱们先只点1点吧。普通打完咱们应该是30到33级之间吧。30到35，差不多。然后打噩梦的话，至少要练到38级。有小伙伴建议我练到45，45的话能拿起更多的装备，这样噩梦打起来比较容易一点。这个对亚马逊来说，噩梦算是一个蜜月期吧。进入地狱呢，如果手上没一把好弓的话，就不好混了。这个图怎么我感觉有点别扭啊？探探路和我每次头脑当中构筑的火焰之河的地图不大一样，有一点复杂啊。小弟强壮多了。
这个魔法杖每用一次，你 TP 一下我就有点心疼，因为这都是钱。这把弓清小怪还凑合，但打 BOSS 的时候就露怯了。刚才打伊佐尔大家也看见了，真的就是蹭啊！这些小虫子丝毫营养没有，还有那种吃尸体吐小怪的那种怪，啊，就下方这个，打他们呢，这个经验值得的也比较少。得地绿了，啊，当然了，他现在的帽子是西钢，颜色也存疑。使用多重剑是消耗弓箭的，消耗箭矢的。魔法剑呢不消耗，但导引剑也消耗啊。我现在这个剑不多了。哎呦，这个地图，我有点，我应该去跑跑探路啊！我是不是错过了？啊，我为什么开了2个门呢？不是我按错了，这是委退之计，知道吧？我开了2个门，让他们觉得我要跑，就是这样。我应该去探探路，回头跑跑回头路看一下。这么半天没见到石头，找了半天啊，最后在这边发现了。就隐约感觉这图有点不对劲儿。来了，铁匠来了，这铁匠还踩了一个瞄准光环。没要，尤其买弓箭，感觉这个箭要用光了。他也不卖好武器呀。那这把弓是哪来的呢？这把弓是我赌博赌来的，菠菜啊，在刚才那个地方啊，菠菜赌来的。那把一会儿要换的蓝色的弓呢，是法师菠菜得来的。长弓，黄金的长弓。行了，咱们敲石头，看看能给我出个几号。一个普通的不要抱太大的期望。我放了个诱饵，这个诱饵现在只有1级，挡这些小怪还行，挡 BOSS 是不成的。暗黑拍这个诱饵的话，估计一下一滚。我希望给我9号或者5号，因为能镶一个和风。我现在箱子里倒是有一个和风，但是那个和风呢也是下级才能装备的，而且呢它的基础攻击力比较低啊，因为底子不好。但是呢，咱们如果找到好的底子呢，2个孔、3个孔、4个孔的弓都要捡，都不贵。看一下这把弓，8到27啊，也不低了，对吧？我现在是4到33，啊，敲出来一个1号，这个过分了吧？这敲10出1号，敢不敢再小点？啊，行了，练了一下级，给大家看一下换的这把弓，23到55，没有其他的属性，84 ED，84 ED 呢，这把弓的攻击力就来到了20多到50多。那有这把弓呢，打暗黑应该会快个40%左右，差不多。时间上就是原来如果你打个5分钟，现在3分钟就能打死他。传送渣还能轮人呢。
另外点呢，我也洗了一下。把魔法剑洗成导引剑了。这个真的到了地狱，如果再没有好弓的话，可能又要洗回去啊。我其实不想洗回去，因为现在这个技能配置呢，特别像当年玩 1.09 的时代，这个我用起来比较舒服。已经冲进了避难所了，哇，这儿好多人，20多到50多。其实一般打到这的时候，你如果野蛮人的话，那手上已经有过百的攻击力的武器了。你像不说别的，小弟的那把矛，攻击力就20多到90多了。这个对于纯战士系来说，他们的武器的攻击力还是很高的。噩梦咱们是有几把好弓的，什么狂野之弦啦，开场金噩梦可以用射角九子啦，这都可以。甚至下一章练级打巴尔之前就可以用。而且咱们还有一把大炮呢，40多级，40级出头就能拿了。这个噩梦是比较简单的，就是地狱怎么办？用大炮也能通地狱，但是它的射速啊真的是不爽，就速度太慢了，这个手感发滞，就射起来不爽。把这几个机关开掉，这几个封印打开，不要漏掉啊！下面是混沌大臣，我有的时候呢，混沌大臣这个点就少打开一个。黄金装备，赌这把弓，那边法师花了几十万。补到一把这样的，很可惜啊！这里的神殿是一个回复法力。哦，这好多怪，关键南边怎么有怪？这如果是一个作战神殿，那打暗黑就非常有底气了。打暗黑破坏神有一个点，就是咱们的小弟站不住。暗黑的技能还是比较克小弟的，尤其是放的地面的火，还有那个红色的电，小弟都扛不住。扛不住的话，咱们就基本上是一个单挑的局面，因为放出的诱饵呢，现在他拍一下也就碎了，甚至蹭一下就没了。用亚马逊单挑暗黑呢，还是需要走位的，不能像上一关。把这个打开，等一下小弟，小弟如果站得太远啊，那直接就被喷死了。我担心现在他也撑不住，给他喝血了啊，撑不住。放个诱饵。小紫瓶捡着，把小弟复活一下，看现在复活多少钱了？5000了，已经不便宜了，差一个封印了。西西之王，亚马逊不管怎样，度过了普通的前2章的困难期，这个打法成型。就舒服很多了，你别管到了地狱多难，起码操作上这个舒服多了。远程的多重剑、导引剑、魔法剑你就可以射了。那普通难度的第1章和第2章用弓还是
攻击力偏低。小弟又往上走，这个家伙走位有的时候太迷了，该往前顶的时候在后面偷懒，该怂的时候呢又非常莽。来吧，西西之王，踩着狂热光环。哦，前面呢还放了衰老的诅咒。行了，咱们把药摆一下，主要把这个紫瓶摆上来，万一小弟能站住呢？只不过是万一啊。我感觉一个红电或者一个地面的火，小弟就没了。哦，还成，紫瓶啊，给他喝了好几个了。不行，这个红电真是扛不住啊，太疼了。和小紫瓶根本他回不来，那我就只能走位跟他打了。来吧来吧，这个操作当年做了无数次。这红电呢疼，一圈这个火一般，地面这火也不能站时间太长，主要这红电需要跑位。他冲过来你也要躲，他好像是冲撞攻击一样。打一下还是有很长时间硬直的。他血不多了，没完了啊！这几次了？放这个一圈的火的时候，就是咱们输出的好时机。这个红电我受不了啊！我的天，把耐力跑没了！来嗑一瓶啊，嗑一瓶体力药。这打还怪神，蓝有，红有，没有耐力了。这就说明跑位跑的都夸张。爆了个腰带，这个腰带应该是蛇锁，但蛇锁有个缺点，它是2层的腰带，它续航不好。看这把和风弓4到34，现在也能装备了，但是呢，我感觉还是不如这个20多到50多的，因为初期的装备别搞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就是你的攻击力，这个弓绝对还是要攻击力的。蛇锁，锁2层，我带上试试，但下章我是不会带它的啊。那好吧。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第5章再见。